欢迎来到声乐书柜，每天一本书，让我们一起成长。祝您本期听书愉快，收获满满。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基因之河》。这本书的作者是理查德·道金斯，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世界知名的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他的另一本关于基因的书更加出名，你肯定听说过，这本书就是《自私的基因》。《自私的基因》是道金斯的成名作，这本1976年出版的书，如今依然是生物学领域最著名的科普书，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不过这本书在道金斯看来是喜忧各一半，而且喜和忧都来自这个书名。可以说自私的基因这个书名给了道金斯意想不到的收获，也给了意想不到的烦恼。收获当然是因为这个书名很有话题性，所以卖得很好，使得道金斯收获了相当的影响力。烦恼则是因为这个书名太容易望文生义了，很容易让人理解成有一种驱使人自私的基因，正是因为有这样基因的存在，所以人天生就是自私的。另一种误解是自私容易让人联想起损人利己，所以认为基因为了自己的延续会伤害物种的生命。其实这些都不是道金斯想要告诉我们的。按照《自私的基因》书中的观点，这本书比较客观准确的名字应该叫作为自然选择基础单元的基因。问题是这样起名的话，这本书也就卖不出去几本了。容易理解的说法又容易引起误解，而科学严谨的说法又晦涩难懂，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道金斯。而且进化论又是一门其实并不那么容易理解的学科。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的生物学家雅克·莫诺就有句名言，他说进化论最奇特的地方就在于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懂进化论。言下之意就是人们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真的了解进化论。而道金斯一生致力于让复杂的科学表达变得平易近人，同时还要保证这种表达不会变得低俗化。道金斯始终强调清晰和准确，他要让语言成为一种像手术刀一样精密的工具，于是他就一直想找到一种既容易理解又更加精确的比喻，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进化论和基因。终于在《自私的基因》出版20年之后，道金斯完成了这本《基因之河》。在这本书当中，他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比喻，就是书名之中的河。那这期音频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基因之河》，来看看为什么说基因之河是比自私的基因更好的比喻，为什么这个比喻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进化论。那我们就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基因之河。根据进化论的理论，我们的生命起源于一场复制大爆炸，各种粒子在翻腾旋转间碰巧拥有了自我复制的能力，能够利用周围的物质制作出和自身一模一样的拷贝，连偶尔出现的小缺陷都能原样复制，这就是基因。随着复制能力的出现，基因有机会迅速增长，而随着变异的出现，基因变成了一场比赛，不成功的变异体被淘汰，成功的变异体频繁增长，这就是自然选择的开端。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生命随之诞生。在道金斯的比喻中，这就是这条基因之河的源头。这条河从远古时代流淌过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不断出现分叉。每当一个新物种形成，基因之河就开始出现一条支流。两个物种就像是两条独立的河流，各自流淌，河岸以内的水会不断的重组混合，但是水绝对不会涌出河岸去污染到其他河流。这就是我们在生物课上学到的生殖隔离。有的生物灭绝了，那么就是这条支流渗入沙地，逐渐干涸。现在这条基因之河拥有大约3000万条支流，这就是地球上现存的生物。有科学家估算过，基因之河曾经出现过30亿个分支，换句话说，只有1%的物种有幸存活到了今天，而99%的支流都走向了干涸。那有的生物存活、繁衍、壮大，河面越来越宽阔，比如你和我，我们人类就是基因之河当中比较幸运的一条支流。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这个比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无非就是从源头到分支。那我换个比喻，比如说最早的生命起源是树干，随着生物的分化生长出树枝，生命开枝散叶开花结果，这不也是很形象吗？没错，
咱们从小到大看课本、看生物学的科普书，经常能看到进化树的形象，这是因为当年达尔文就用了生命之树这个比喻。那既然已经有珠玉在前，道金斯为什么还要苦苦设想另一个比喻呢？基因之河和生命之树相比，又能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咱们用一个例子来感受一下。很多人家里边都有家谱，家谱呢也往往画得像生命之树一样，是一个开枝散叶的形式。早年间有一位祖先，他生儿育女，几百上千年传下来，有了无数的后代，听起来很正常吧？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自己的角度往前看，你会发现又是另一种情况。你看，我们的上一辈有父母2个人，再往上一代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4个人，那再往上一代就是8个人。每往前推一代人，我们的长辈数量就会乘以2，这种指数增长是很吓人的。这样计算的话，如果往上数个30代，那一辈的祖先应该是10亿人，而且是我有11个祖先，你还有11个祖先。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人，在几百年前、1000年前都有10亿个祖先，那当年的地球可够拥挤的。而且你发现没有，这2种算法互相矛盾。传统的家谱是祖先少后代多，咱们往上数那是后代少祖先多。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我们在前边做计算的时候，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假定向前追溯的时候，我的祖先们是互不相同的。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1000年前我们每个人都得有10亿个祖先。所以更可能的情况是，祖先们是有重合的，存在着共同的祖先。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很有可能是我姥爷的姥爷的姥爷。即使这一辈没有重合，那再往前追溯几代，也一定会找到共同的祖先。而且不仅是我自己向前追溯，会发现祖先之间的重合要比想象中频繁得多。你我都向前追溯，也会发现你的祖先和我的祖先里边也一定会有同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1000年前地球上同时生活着多少万亿位祖先。我不知道道金斯作为一位英国人听没听过咱们中国人那句俗话500年前是一家，他如果听过一定会非常认同。因为经过刚才这番推演，你会发现你和我在500年前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家，至少拥有一位共同的祖先。如果500年前没有，那么再往前推800年前、1000年前也一定会找到。不过这本书当中，道金斯倒是举了一个例子，这个看来是英国人和中国人都会遇到的情况，就是会有人炫耀自己的祖上多么多么了不起。道金斯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就只需要在心里默念，他说的那位几百年前十分显赫的祖上，很有可能是你和他共同的祖先。你看，通过这样一个数学加逻辑的推演，我们可以确认一点，人与人之间的祖先要比我们想象当中的交集密集得多。如果还是按照家谱，也就是树枝的形象去想象这张复杂的人类关系网，我们其实很难想象。你的一位曾曾曾祖父是我的一位曾曾曾外祖父，你的一位太太太姥姥是我的一位太太太奶奶，你说这张家谱应该怎么画？而如果用基因之河的形象来看，我们就会更好理解。这一段道金斯在书中的原话吧，基因顺着时间之河奔腾不息，水流分分合合，在这条河流的中途各点打一桶水上来，桶中的分子以前曾是伙伴，在河水的流淌的间歇点上是伙伴，以后也会再次成为伙伴。我们很难追踪到这些伙伴相遇的时间点，但从数学上能证实相遇的确发生过。通过数学我们了解到，如果2个基因在某个特定点没有相遇，无需沿河流的2个方向追溯多久，就能发现它们相遇的迹象。这背后其实不是树枝和河水2种比喻的区别，而是2种视角的区别。树枝是静态的，河水是动态的。用静态的视角去思考，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生命的互动。那如果用动态的思路去思考，我们才能更加理解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要远比我们想象中密切得多。接下来咱们就再来看看那个让道金斯纠结了20年的问题，怎么用更简单易懂的方式去说清楚基因和生物之间的关系呢？前面咱们提到过，自私的基因是个很糟糕的说法，因为自私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损人利己，
实际上在大多数的时候，基因和承载基因的生物之间是一种攻守同盟的关系。道金斯有一位朋友，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就用了另一种比喻来说清楚这种关系。我们来开个脑洞，假如此时此刻有人通知你说，现在必须把你冷冻起来，到2423年再把你唤醒，让你去400年后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那你要怎么做才能保证冷冻的自己可以完好无损地度过这400年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一种方法，让保存自己的那个冷冻舱在这400年中都有人小心翼翼地维护。你会发现你没法把这件事情委托给别人，因为谁也活不了这么长时间。就算你委托给子孙后代，儿子女儿这一代他们可能会好好维护，到了孙子孙女那一代可能他们就不太尽心了，往后一代一代传下去，指不定哪一代就出个不孝子孙，你根本没法确定别人会不会继续维护下去。所以委托给别人终究还是不太靠谱，那索性我们自己设计出一套超级系统来保护你的冷冻舱，让它400年内都能运行正常。这个时候你面前有2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找一个极其安全的地方，设计一个避难所，在那里边设计一套装置能够供水供电。但是这个方案有个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保证这个地方400年都不会出现什么意外。要是有人在这片地方盖楼呢，挖个地基把你的避难所给破坏了，你也没有什么办法。那还有第二种方案，咱们不把避难所设计成固定的，咱们让避难所移动起来。换句话说，你可以设计一个巨型的智能机器人，让机器人背着你的冷冻舱四处走，它自己去找水，自己用太阳能发电，哪里有了危险它自己就可以躲开。这个方案看起来是最靠谱的，最有可能让你在400年后也能安然无恙。这就是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的比喻，基因可以决定生物变成什么样，我们其实就是保护基因的超级机器人。这个比喻听起来确实比自私的基因好多了，但是如果仔细一想也有问题。如果按照超级机器人或者说超级避难所的思路，那经过几百万年乃至上亿年的进化，生物的生存能力应该越来越强，寿命越来越长才对。可是为什么现实中并不是这样呢？所以还需要一个更好的比喻。道金斯用基因之河的比喻更加清晰地说清楚了基因和生物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每一个物种就像是一条支流，而基因就是支流中的河水。那么我们这些生物个体呢，可以把一代代的生物就看成是这条基因之河上一段一段的河道，这些河道保障了基因之河越流淌越宽阔。请注意这个关键词，宽阔，这可以说是基因演化中最重要的任务。为了让基因之河不干枯，所以河道会变得越来越坚固。但是如果下一段河道有机会变得更宽，那么上一段河道是不是那么坚固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拓展下一段河道，让河流变得越来越宽阔，这才是这条河更重要的任务。顺着这个思路，在生物界当中有很多案例就变得容易解释了。比如为什么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身体素质更好？因为在自然选择下，那些提高生存优势的基因会尽可能早的开放，这样才能保证这个人顺利成长发育，生儿育女，有更多的后代把基因传播出去。但是一旦过了生育年龄，生物的健康对于基因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就像前边的比喻那样，基因更加关注的已经是下一段河道的质量了。这还是我们人类，对于其他生物来说，这种特性甚至会表现得更加极端。比如说蜉蝣，你要了解这种生物的特性，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人常常拿它来比喻生命的短暂了。蜉蝣的幼虫会花最多3年的时间在水下进食和成长，但是一旦它们长成可以飞出水面交配生育的成虫，它们可能只能生存几个小时。因为成虫无法进食，连内脏都没有，它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飞起来找到配偶，交配产卵，然后死去。有的生物也是，有一类树木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成长起来，然后用1天的时间开满鲜花繁衍生命，然后迅速凋亡。那么你说基因是自私的吗？道金斯在书中拿太平洋鲑鱼和大西洋鲑鱼做了这样一个对比，更能说明问题。
我们都知道鲑鱼会洄游，虽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海洋中，但是成年之后会从入海口逆流而上到河流的上游去产卵。太平洋鲑鱼它们逆流而上的路线过于危险，所以它们只能洄游一次，产卵之后生命就走向了终结。而大西洋鲑鱼洄游的路线更短一些，所以它们产卵一次之后还能回到大海汲取能量，然后再进行第二次洄游。你可以说基因是自私的，因为它让太平洋鲑鱼用视死如归的态度去延续生命。你也可以说基因是无私的，因为它给了大西洋鲑鱼第二次机会。对于我们人类也是如此，你可以说基因是自私的，它在我们生育期之后就对我们的健康失去了兴趣。你也可以说基因是无私的，它为了延续自己，使得我们也有了创造文明的机会。所以纠结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意义，无非是个文字游戏。更准确的描述，基因不在乎，他不在乎某一个个体的健康衰老乃至存活死亡，他只在乎自己这片水面是否宽阔。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基因以众生为河道。这背后其实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修辞问题，而是视角转换的问题。关注自私与否，其实是看基因与我们某个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河道的宽阔其实是从个体的视角切换到了总体的视角。你看，虽然我们一开始以为基因之和只是换了一种打比方的方式，但是经过对比，你会发现这背后是视角的变换，从静态的视角到动态的视角，从个体的视角到总体的视角。其实在书中还提到了另一个视角的变换，在没有进化论之前，我们看待生命也好，思考其他问题也好，都会采用设计的视角。造物主通过精妙的设计创造出了人类。可是当我们学习了进化论，尤其是如果你能顺着基因之和去梳理一遍生物进化的历程，你就会多了一种视角，那就是自然演化的视角。不需要设计者就能够建立秩序，而且这种视角不仅仅适用于生物世界，真实世界里大多数的秩序也都不是刻意设计出来的，而是遵循进化论的逻辑自己演变出来的。从静态视角到动态视角，从个体视角到总体视角，从设计视角到演化视角，进化论不仅告诉我们我们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它也让我们未来看待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变化。在这本书当中，道金斯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哪个理论能够像达尔文的理论这样用如此之少的假设去解释如此之多的事实。这时你才会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到这里其实还没有结束，道金斯并不觉得基因之和就已经是最好的理解进化论的方式了。他还建议我们可以从更多的科学中汲取养分，引入更多视角来理解进化论。在这本书当中，道金斯就提到了两种视角。第一种是计算机科学的视角。计算机科学怎么帮助我们理解进化论和基因呢？我们都知道，计算机处理的是数字信号，是编码，而道金斯提醒我们，基因也可以看作是数字信号。数字信号最大的特点是不连续，和数字信号相对的是模拟信号，模拟信号就是连续的。这么说有些抽象，咱们来打个比方，你可以想象一下烽火台，一旦发现外敌入侵，烽火台上的士兵就点燃篝火，其他的烽火台一看也点燃自己的篝火，这个消息就能传播开来。但是这种方式只能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敌人来了。咱们能不能利用这个烽火台传递更多的信息呢？比如到底来了多少敌人？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用烽火的大小来表示敌人的规模，来的人越多，烽火台上的篝火就越大。这种方式就是模拟信号。不过这种方式实现起来不太现实，因为标准非常模糊，中间容易有误差。一两个烽火台还好，要是从边疆传到京城，成千上百个烽火台传递下去，那积累的误差就不可想象了。等到传到京城，京城里边的人也不知道到底来了多少敌人。另一种思路，让士兵去找个黑屏风，挡住篝火再让开，挡住篝火再让开，这样隔壁烽火台看到的就是一闪一闪的信号。这样只要事先约定好，比如说闪8次就代表来了800人，层层传递出去，信号的准确性就会大大提升，就算是一路传到京城也会比较准确。这种就是数字信号。
而我们的基因就是一种数字信号，数字信号保证一代代传递下去之后，这个信息也不会有巨大的误差。前面咱们提到，一种科学的出现还会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那计算机科学也是如此。其实在19世纪已经有生物学家猜想，我们的神经信号和遗传基因就是数字信号。神经传递信号就像是一闪一闪的烽火台，用闪光次数传递信息，而我们的 DNA 更像是一串串数字化的编码。但是因为当时的观念限制，主流的生物学家并没有接纳这样的猜想。计算机的普及让人们接纳了数字信号的观念，同时推动了生物学领域的观念革新。这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进化论的第一种视角，计算机科学的视角。那第二种视角是天文学的视角。在这本书的最后，道金斯还把目光从地球看向了宇宙。他从进化论的角度预言，宇宙中的任何生命想要发展壮大，一共要越过10道门槛。第一道门槛，一个星球上突然出现了一种物质，可以进行自我复制。如果对应到我们地球的生命，那就是 DNA 的出现了。第二道门槛，复制因子学会了合成更多的东西，让自己更好的存活。对应到地球生命，就是 DNA 可以控制蛋白质分子的合成。第三道门槛，复制因子不再是暴露在外自我复制，而是把自己包裹进一个更复杂的系统来保护自己。对应到地球生命，就是细胞出现， DNA 在细胞中进行复制。第四道门槛，单细胞发展成多细胞，生命变得越来越复杂。第五道门槛，生命找到了一种在细胞之间高速传递信息的方式，对应到地球生命，就是神经元的出现。第六道门槛，生命进化出了更复杂的信息系统，可以获取、处理和存储外部数据。对应到地球生命，就是进化出了眼睛、耳朵和大脑，有了感官、意识还有记忆。第七道门槛，生命和生命之间有了高效传递信息的方式。对应到地球生命，就是进化出了语言。这时的生命就已经站在了文明的起点，在地球上只有我们人类跨过了这道门槛。第八道门槛，生命和生命之间可以进行密切的信息交换，紧密的合作出现了，由此产生了技术，进而产生了真正的文明。这个时候，生命之间传递信息就不必只依赖遗传了，而是有了更加高效快捷的方式。比如此时此刻咱们的信息交流，书籍、音频，这些都是更高效的方式，人们不用再靠基因代代传递去获得进化了，一代人的时间也可能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九道门槛是无线电的出现，这个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生命终于有了向外太空传递信息的能力。而第10道门槛就是生命和文明可以在星际之间去进行拓展。目前我们人类跨过了9道门槛，正在跨越第10道。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发现宇宙中有其他的生命，即使有，他们也还没有跨过第10道门槛。如果有一天我们或者其他生命真的跨越了第10道门槛，让生命的繁衍从自己这颗星球走向了外太空，那么在道金斯看来，这将是比超新星爆炸更大的事件。到这里，这本理查德·道金斯的《基因之河》我就为你解读完了。听完这本书，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冷酷。原本生命的奇迹，经过道金斯的解读之后，又是基因不在乎，又是基因以众生为河道，全部都变得冷冰冰的。那是不是科学让我们变得理性的同时，也会变得失去更多的情感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科学家们并不是思考与计算的机器，他们也有充沛的情感。我们就拿道金斯举例，虽然他在写书的时候都是以严谨的科学事实和逻辑去作为推演，但是他的笔下也是充满感情的。所以在最后，我就送给你一段道金斯的文字。这段文字虽然写的是基因，但是真的饱含深情。我们都会死，因此都是幸运儿。绝大多数人永不会死，因为他们从未出生。那些本有可能取代我的位置，但事实上从未见过天日的人，数量多过阿拉伯的沙粒。那些从未出生的魂灵中，定然有超过祭词的诗人，比牛顿更卓越的科学家。DNA 组合所允许的人类之数，远远超过曾活过的所有人数。你和我尽管如此平凡，但仍从这概率低的令人眩晕的命运历史下逃脱，来到人间。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